在美国当地4月14号，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宣布进一步推迟阿富汗撤军命令。此前，特朗普为了赢得民心，选择在5月份将美军撤离阿富汗，如今又推迟4个月退兵。拜登宣布在9月11号将美军士兵全部撤离。且不说为何要推迟小半年，光是在9月11号这样一个特殊日子里退兵，就让美国批评舆论甚嚣尘上。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人真的走得了吗？拜登并非是第一个提出撤兵的美国总统，但是从始至终，美军都没有离开过阿富汗。为什么美国人撤军这么难呢？实际上，美军离开阿富汗最大的反对声音就来自于美国人自己。美国国内舆论中诸多类似美国人离开是对阿富汗人权的不负责任，塔利班会杀害无辜的阿富汗人之类的说辞，不过是一种阻挠借口。真相其实是美军自己不想离开阿富汗的最大表现。在过去20年里，美国人耗费了上万亿的美元，用于扶持美军在阿富汗的基地和相关设施、人员津贴、武器弹药等等。在阿富汗的一系列行动也丢下了超过2000名士兵的尸体。然而，美军不想走的最大原因其实就是一个字：钱。说一句不好听的，在阿富汗借机捞钱已经是美军方的一个系统性的工作，是美国军方高层自肥腰包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切割不掉的美军内部腐败。从美国本土换装武器装备，然后转手从黑市卖出，谋取暴利；要么就是以军事行动的名义获取美国国会的财政拨款。用我国影片《让子弹飞》中的经典台词来说，剿匪的胆子没有，但借剿匪的名义捞钱，胆子不光有，而且很大。美军在阿富汗长期爆出过财务丑闻，不是军事装备去向不明，就是军备库存账务不符。在2014年的时候，美国陆军假借阿富汗前线吃紧的名义，对国内启动征兵项目，结果却沦为吃回扣的典型手段。后来经调查，涉案人员近1000人，其中高级官员也有2名将军和18名校官涉案。有观察人士认为，拜登在撤兵的时间上选择呼应美军对中东开火的911事件，很可能是想对内暗示。不过这种暗示是倾向于哪个方向，就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拜登是以911为契机，向国内自己已经完成了长达20年的反恐任务，给美国人一个交代，美国人赢了。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拜登心里清楚，阿富汗已经成为美军割舍不掉的一块肥肉，因此用911来暗示之前的惨痛教训，其实就相当于先给自己一刀，以此招来美国民众的舆论支持，对抗美军内部的阻碍力量。这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美国人已经耗不起在阿富汗的巨大开支，无力支撑起美军内部高层的捞钱行为。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消息，在今天上午，美军侦察机 RC-135W 从日本冲绳起飞，一路直奔中国南海，并且在8点30分左右抵近中国海岸线附近，并且开始沿着广东和海南海岸附近侦察。目前距离大约在领海基线的40海里之外，不超过50海里的位置。这个位置要说多严重也不至于，毕竟就在不久前，美军侦察机还靠近了距离中国领海基线不足 28.34 海里左右，换算成常用单位公里也就不足52公里。所以相比起来，这次仅在40海里至50海里的距离范围换算一下，公里也到了近100公里左右了。所以这次为什么中国必须要仔细注意美军在南海的新动态呢？从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的消息可以看到，美军 RC-135W 侦察机在8点30分抵达广东，并在9点10分左右抵达海南岛附近海域。随后美军机并没有返回，任务仍然在进行当中，而且这次美军侦察途中更是一直开着雷达，全程明码。这看起来是不是挑衅的明明白白，就像是生怕中国不知道一样。而且还有网友使用了相关卫星飞行信号定位软件，查询到了美军这架军机的相关信息。从路线来看，这和美军在3月8号的路线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最近距离一个是28海里，一个是40海里以外，两次侦察用的都是同一架 RC-135W 电子侦察机，并且都是从冲绳起飞后绕过岛内，然后抵达广东，再沿着海岸线到海南岛的这条线进行侦察。所以美军这次的打算又是什么？就这么犹如近段时间的暗旅巡逻一样，还是有其他的可能呢？其实从最近两国的动态中就能够看出些许蛛丝马迹，比如美国刚刚决定从5月1号开始就把阿富汗的美军全面撤出，并且明确地表示了这是为了更集中精力的对抗海外国家，言下之意自然就是中国了。而且最近更是拜登亲自给普京打电话，邀请普京在第三方国家会晤，希望两国关系能够缓和一些。所以从这些动作来说，美国现在已经尽可能的集中所有势力来针对中国。
而且最近中国海军也宣布，4月15日在南澎列岛附近海域进行了实弹军演，这个位置也是十分关键的。而且在这个4月14日到4月17日这中间，在广东汕尾海丰同样有一个解放军射击军演，就这美军打的什么主意还用说吗？而且还十分狂妄自大的全程明码，这明摆着就是做给中国看的，说不定还有一招声东击西，军机在这里声东，海里却派出小型军舰或者雷达探测器，悄咪咪的已经摸到了解放军军演的底盘上，准备击西了。毕竟中国渔民刚在广东捞起了不知名国家的间谍装置，所以对于美军在南海的最新动态，必须要提高警惕。据俄罗斯媒体欧亚日报在4月14日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月10日访问土耳其时，曾经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提出过一系列提议，其中就包括了关于中国一直想要收购却被多次成功阻挠的马达西奇公司。众所周知，乌克兰此前无视中国多年对乌援助，毅然决然听命于美国要求，多次阻挠中国企业收购马达西奇公司的事情，以至于实在找不到正当理由，就来了一个收归国有的野蛮行为。在今年3月份，我国外交部还明确点名乌克兰，要求乌克兰维护中方在乌企业和在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结果没想到的是，时间仅仅过去了1个月，乌克兰居然自己又扯下了收归国有的遮羞布，又准备计划将马达西奇卖给土耳其。有观察人士明确指出，在中国收购马达西奇案未发生之前，中国企业天骄集团就已经占据了马达西奇的 50% 股份。换句话说，单纯是乌克兰收归国有的行为就已经侵犯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而如今又想转手卖给土耳其，也意味着是将中国投资者 50% 的股权平白无故的卖给土耳其。这种行为俨然是彻底充当美国走狗，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上，丝毫没有在意多年来中国为乌克兰提供的各种援助。有俄罗斯媒体指出，早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乌克兰基辅当局就有内部人士透露，乌克兰希望可以得到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生产技术，因此尝试与土耳其进行合作联系，而代价则是马达西奇。然而在当时，马达西奇中已经有 50% 的股权归中国所有，因此乌克兰或许早就做出了阻止中国收购的计划。此外，在中国收购马达西奇案彻底失败之后，我国就向乌克兰提出了国际仲裁，要求乌克兰赔偿35亿美元的违约金。结果到了今年1月29日，基辅却率先动手，对我国公民和4家企业实施制裁。实际上，乌克兰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基辅的行为太过草率，且不论中国多年以来经常性向乌克兰提供各种经济、物资、医疗用品援助，光是商品出口方面，中国已经是乌克兰商品的最大出口国。乌克兰每年在中国就能获得超过7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基辅公开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必将让乌克兰损失惨重。